师兄，宋师妹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我猜的没错，店内发生的事情果然是考核。师兄，你刚才看起来怪怪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也许这是我与这位大能的缘分吧，说出来反倒不好。苏师兄，您有没有获得大能传承啊？没有。这么早就出来了，有什么收获？与你何干？好奇，像你这样神秘的人，放在地州也不常见。像你这样的疯子，我这辈子也只见过几个。无聊，喝酒吧。喝。唯有你通过了考验，可愿接受主上的传承？小僧乃佛门之人，不适合此道。你不接受，你难道不清楚这份传承的价值吗？虽然不清楚，但小僧晓得肯定无比的珍贵。只是小僧已经踏上佛门之道，一心追求大乘佛法，不愿转修他道。有缘无分，可惜了。他日定能寻得一位真正的传承者，将前辈的意志继承下去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多的有缘人？阿弥陀佛。去吧。东土佛子出来了，敢问佛子是否得到了大能传承？没有。当真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况且贫僧是否得到造化，与诸位施主何干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佛子这么晚才出来，最后肯定是得到了不小的造化，能否与我等共享？不知死活的东西。确实。让开。佛子若是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说出在古殿内的经历和收获，我便让路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若是弟子碰上了胡搅蛮缠之人，该当如何处理？再三劝阻。若劝阻无用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动手即可。至于生死，视情况而定。这算不算杀孽？不算。世俗界的佛法没能说通愚昧之人，身为佛教弟子，自然是要相助这种人去见佛祖，让佛祖慢慢教化。佛子，如果你不赞成了的话，休想安稳地离开这里。似施主这般愚蠢之人，贫僧不愿多费口舌，所以如果你再不让路，贫僧送你去见佛祖。不愧是当时的东土佛子，威压如此恐怖，同辈屈指可数。不是说佛门弟子比较和善吗？你，抱歉，是在下鲁莽了，不懂分寸。不需要贫僧送施主去见佛祖吗？不需要，在下已经清醒了，无需佛祖的教化。吴道友，并非我吴道牙有心与你为敌，只因我吴道牙与摘星楼关系良好，不可坐视不理，还请见谅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谁敢动他？解开！好丑的女人啊！你谁啊？不想被伤到的话，赶紧离开。他是老娘看上的男人，谁都不能欺负他。这丫头是我妹妹，如果她受了伤害，我不会放过在场的诸位。她是谁？北荒十杰之首，长孙枫叶。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要是咱们撤了，不仅没能赚到摘星楼的人情，而且还让天下同辈看清了我吴道牙，认为我吴道牙被北荒的几个人给吓到了。吴道牙众人决定坚持一下，想必摘星楼的圣子快到了，此刻退却，那岂不是惹人笑话？还请两位给吴道牙一个面子，暂时不要插手。面子？狗屁不是！放肆！老娘倒要看看谁敢阻拦！啊，终于来了！生子！接下来的事情便由贵宗自行处理了。多谢，带着他离开这里，此事与他无关。如果你开口让我相助，我会出手。吴君言保持着沉默，没有要求帮忙，两人的关系没有好到那一个地步，而且吴君言不是一个愿意低头的人。妹妹，
走了。他说了，不用咱们相助。我不走。你与他不是一路人。我看中了他，那就不会后悔。今日我若是离开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无论如何，张孙倩说什么都不愿意走。要是吴君言真的成了妹夫，长孙枫叶二话不说，直接将这些麻烦解决了。皆有傲骨和特殊的行事风格，没有足够的理由出手。我习惯了独来独往，不需要你的帮忙，离开。不走。我没有闲心思看你们打情骂俏。你杀了我摘星楼的弟子，这笔账不能轻易抹除。不想死的话，那就听我安排：一，交出你手中之物；二，跪地道歉。哼，明明是摘星楼的人想要杀人越货，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局，竟然还问责吴君言，简直是可笑啊！要打便打，别废话。我不愿意与一个受伤之人对战，传出去了说我欺负你。我刚才说的要求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你算哪根葱？为了尽快赶来，陈清源路上没有休息过片刻，还好没出什么乱子，及时赶到了。这是哪儿啊？陈清源醒来以后，看着暗红色的房顶，目光带着几分疑色，还有着浓浓的警惕。哟，醒了？您是炼丹一脉的首席长老，按辈分来算，你应该喊我一声七师叔。老者一边说，一边检查陈清源的身体，看看有没有留下印记。见过长老，道医学宫，我回来了。叫什么长老？要喊七师叔。七师叔。行了，不必客气。这些日子为了给陈清源治疗，费了极大的心神，还好很顺利。你身体尚未痊愈，最近不要与人争斗，也不要修炼，休养为主。是。随后陈清源和丹房长老告别，打算出门走一走。而刚出门，路过的一个中年妇女就停住脚步，立即走过来，满面喜色，而且还带着十分欣慰之意。你有事吗？小子，听说此次百脉盛宴你大放异彩，可以啊。陈清源立于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哦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与你师父一同拜入学宫，是你师父的小师妹。中年妇女看出了陈清源眼中的迷茫，立即自我介绍：福道一脉的二把手辛轩。见过小师姑。乖，真懂礼貌。以前陈清源一直待在主脉的区域，对支脉长老并不太了解。这么好的苗子，怎么被于晨然那个老东西给找到了呢？三丹护体，定是炼丹之道的先苗。要不让这孩子跟了我丹房，我一定将毕生所学传授。去你丫的！清源这孩子剑道天赋极高，理应继承我剑堂一脉的意志。我有一个孙女儿，年龄与清源相仿，貌美如花呀，而且天赋还很不错呢。要不……滚！老夫新收的徒弟才是清源师侄的良配。你们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就不服了。你不服有个屁用啊！你光棍一个，也没个徒子徒孙的，一边凉快去。众长老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，时而言语争锋，时而同仇敌忾。总之，这儿就俨然变成了菜市场，叽叽喳喳的，让陈清源根本就听不清楚。某些长老甚至想和陈清源亲上加亲，极力地推销着自己的孙女儿，或者是重孙女儿。陈师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晚辈的师傅为何不在这里啊？两位副院长啊，正在开会呢。开会？道医学宫的高层基本上在这里，两个副院长能开什么会啊？听说院长回来了。传说中的院长啊，终于回来了。师傅他们肯定是在和院长进行谈话，各脉首席长老都没参加，这也肯定是极为重要之事，不可传入他人耳中。嗨，咱们呐，还是聊聊陈师侄的终身大事吧。老夫的孙女儿真的很优秀，这是记录他之前修炼的留影石，大伙儿可以看看。陈师侄，你也瞧瞧。你孙女儿比不上我刚收的徒弟，
一边去！胡说八道！老朽的！一群老头子又在开始争吵，都希望和陈清源能亲上加亲。陈清源是实在扛不住众位大佬那种吃人的眼神了，他赶忙寻了一个身体不适的借口，一溜烟的跑了。这位师妹有什么事吗？这些天时常有女弟子过来，直爽性格的女子直接说明来意，想和陈清源结为道侣。含蓄点的师妹则是声称自己修炼有错，希望可以得到陈清源的指点。师妹，我知道你的来意，我没有寻找道侣的念头，只能让师妹失望了，请回吧。白裙女子只是深深注视一眼陈清源，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越过陈清源。师妹，虽然我的魅力很高，但是你不能强人所难吧？陈清源不好直接驱赶着白裙女子，害怕她是哪位核心长老的孙女，或者是重孙女，得罪人的事儿，这可不能干。坐。白裙女子瞥了一眼对面的石凳，她声音清淡，却蕴含着一股让人不可忤逆的威严。师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长辈是何人？也许是好玩，也许是性格清冷。白裙女子只是看着陈清源，不做回答。你说话呀！你要是想赖着不走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要是直接赶他出去……他心里这般想着，而正当陈清源决定付诸于行动之时，于琛然来了。现身以后，他径直走到白裙女子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院长。”这一下子，陈清源算是瞪大了双眼，如同被五雷轰顶一样，嘴巴缓缓地张开，都足以放下一个鸡蛋，双腿也开始莫名打颤，后背一阵寒意。是不是我听错了呀？这臭小子不会惹到院长了吧？于琛然看着面色惨白且惊讶的陈清源，心中咯噔一声。弟子陈清源拜见院长大人，刚刚弟子的无礼之举，还请院长莫要怪罪。得罪了院长，还想有好日子过？我这嘴啊，真是欠。院长为何是一个女的呀？还是一个容貌轻视的萝莉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是不是死定了呀？哎，这道义学宫有啥好地方是个安葬的呀？啊！陈清源的脑袋里已经乱成了一团浆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这不是怂，这是对长辈的敬重。坐吧。不了，站着舒服。陈清源哪敢和院长对坐呀？站着都不是很自在，小声地嘀咕着：“跪着也行。”这小子到底犯了啥事儿啊？他倒不是担心陈清源会不会遭殃，而是害怕自己被牵连了。要是院长给自己安上一个教徒无方的帽子，这个想想就难受啊。你的天赋很好，坚守本心，努力修行。弟子一定努力，绝不给道义学宫丢人。陈清源大声保证。这是万年魂玉，戴在身上对你的伤势恢复会有所帮助。多谢院长。只要你不做违背人道之事，敢争就争，敢战就战。我没死，道义学宫没灭，就护得住你。话音落下之后，颜希梦化作了一缕清风，消失不见了。听着此语，陈清源内心大震，且有着一丝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暖意。当然了，更多的还是后怕。你小子哪儿得罪院长了？这个……别磨磨唧唧的，说。在于琛然的多次质问之下，陈清源总算是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你小子，你真是胆子大呀！调戏院长，你牛！师傅，您别这样，怪吓人。我可没能耐当你师傅。觉得陈清源已经没救了，还是尽量和其保持距离吧。最起码在院长离开之前，是不能和陈清源走得太近了。师傅，咱能把话说明白不？你回来看到了赵宜川长老吗？没有。难道赵长老也跟你们开会去了？不是，他被院长镇压在了齐须山之下。为什么呀？瞬间陈清源表情一变，惊讶而道：
院长此次归来，赵长老忘记敬茶了。赵一川是院长的唯一徒弟，自身天赋极高，也足够努力。未来要是不出意外，赵一川应该是可以接任院长之位。就因为没有敬茶，便被镇压了。陈庆元听到这件事以后，心中难安，脑海中不停回放着对院长不敬的画面。院长不会这么可怕吧？哼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师傅，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院长是女的呀？陈庆元开始甩锅。你又没问呢，况且即便你问了，为师也不会告诉你。关于院长的事皆是机密，若是没有得到院长的许可，是不能随意透露的，违背之人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师傅，我可是您唯一的徒弟啊，弟子要是有个好歹，以后谁给您养老送终啊？本来于晨然还想着探一下院长的口风，看看院长是不是真生气了，可是此刻听到陈庆元这句话，于晨然直接就踹出去一脚，言罢拂袖而去。臭小子，你就祈求院长不会跟你计较吧，不然的话，为师也不敢求情啊。算了，不养这件事儿了。如果院长真要责罚，大不了和赵长老一起被镇压，关禁闭呗。反正已经犯了事儿，那干脆就放平心态吧，因为无论做什么也没办法挽回了，还不如老老实实等死。院长可能宅心仁厚，不会与我计较。如此想着安慰自己，陈庆元开始调养身体。最近的这段时间他是不会出门了，可千万不能让身体再次受到损伤了。与此同时，北荒各地距离百脉盛宴散场已经都有半年多了，消息已经传到了北荒的繁华地带，掀起了惊世风波。道医学宫的陈清源拥有着3丹圣品的无上根基，以元婴期修为力压群雄，无人能及。据传长庚剑仙尚在人世，一把断剑便可震慑地州群雄。北荒10阶之一的吴君言竟然是青宗的传承者，其师父更是一尊实力滔天的存在，与地州的灵鹤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东土佛子佛法无边，根据最新得到的可靠消息，他镇杀了一尊转世重修的顶尖大能，自身毫发无损，实力恐怖无比。这一次的百脉盛宴非同一般呐，地兵碎片，青宗的消息，3丹同体。各方势力的修士皆因这一件件事情而震惊，不敢想象盛宴之争到底是何等场面。古族宋家一众高层正在开会。如果当时我等愿意相助陈清源，必能与之结下一段善缘。可惜错过了呀。不是你等的过错，换作是我们，肯定也是同样的选择。面对地州群雄和其他州界的强者觊觎，古族宋家哪敢扯上关系，肯定是躲在一旁观望。宁言那丫头乃是道医学宫的弟子，这次咱们做事不理，会不会对宁言造成影响？学宫的高层都是讲道理的人，应该不会。要是能早知道陈庆元有这般天赋，而且还可以化险为夷，宋家的选择绝对不会是这样。北荒，这陈清源力压诸天各界的妖孽，3丹圣品，无暇道骨。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？击败西疆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傅东流，镇压地州各宗圣子，与来历未知的无双妖孽江流柏一战而未败，体有3丹，无上道骨。你们说会不会真的是小师弟啊？这不可能吧？小师弟虽说天赋不错，但没这么离谱，肯定是重名。再说了，上面明明写了是道医学宫的弟子。这个确实真是事实啊，众人都本能的觉得不是。可是北荒10阶叫做陈清源的只有咱们小师弟呀。咱们玄清宗要出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了。世间各地全部都热闹了，百脉盛宴拉起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，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即将降临。在道医学宫的陈庆元闭关了数个月之后，伤势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。此次出关是因为听到师父传音，拜见师父，
剑仙前辈，刚才于振然传音，让陈清源知晓来龙去脉。你们聊。陈小友不必拘谨，作罢。前辈有何事找我？无事，就是想与陈小友道个别。前辈是回去隐居还是？我打算再去一趟紫云山。李牧阳并没有隐瞒，如实告诉陈清源，愿前辈可以如愿，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。这条路很困难，我其实没多大的把握。李牧阳明知此行艰险，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，但是他还是做出了这般决定。人活一世，总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若是因畏惧而不敢拔剑，这乃是懦夫的行为，又有何资格成为剑修？陈清源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，他沉默不言。我可能会花费几百年磨一磨剑，再花费几百年整理一下这些年的感悟，究竟何时再次拔剑向苍天，我也给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。您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多谢陈小友的吉言。此次告别，再见无期。饮酒一杯，愿小友道路平坦，登临顶峰。说着，李牧阳端起桌上的一杯美酒，将其一饮而尽。酒杯落桌，陈清源眨眼之际，李牧阳就已经不在此处了。前辈，希望下次见面之时，您能平安。陈清源还没有到这般境界，他想象不到李牧阳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但是他很清楚，此行之凶险乃是九死一生。道友，多年之前，李牧阳曾经和严希梦有过切磋，输了半招。阁下打算再登神桥？是。登神桥易，深入则难。你想与天地一战，为的是补全断桥之路。严希梦深知当年紫云山一战的恐怖，要不是李牧阳足够强，他早就死了。恕我直言，你做不到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去送死吗？严希梦略微有些不解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确实愚蠢。剑修者当一往无前，岂有拒而后退之理？断桥之下，地区虎道，如果你能看到地区，说不定可就留住一命。看在李牧阳求道之心真切的份上，严希梦将自己所知之事一一相告。地区？李牧阳的脸色一变，眉宇间凝现出了惊异之色。听到断桥之下有一句地区，这直接就惊到了李牧阳。道友可否详说？地名太微，死后之躯落入桥下，至今躯体不灭，地纹犹在。若你真做好了再登神桥的准备，若是迷失了方向，一路往东，可保性命。此次严希梦能活着回来，也是因为得到古地之躯的庇护。若不是地纹护道，恐怕他已经命丧黄泉了。多谢道友相告。这种信息堪称是无价。严希梦愿意告知李牧阳，一定是得记着这人情，关键时刻可是能救命啊。愿道友活着回来。严希梦并不觉得李牧阳能够成功，与天地一战而胜之，相当于修复断桥抵达彼岸。无数年来，没人能做到这一点，活着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大道难行，希望渺茫。这一世会有人能补全神桥，触及彼岸吗？一直想着，严希梦眼前出现了陈清源的身影，同时他又想到陈清源对自己不敬的行为，眼神略微一沉。数日后，弟子见过林副院长。免礼。院长有令，往后5年你跟着本座修行，为你疗伤，也帮你破开瓶颈，登临化神。这不用了吧？您老师务繁忙，无需将时间浪费在弟子的身上。陈清源心头一紧，他生出一股极为不祥的感觉。这是院长下的命令，弟子遵命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陈清源哪有拒绝的权利啊？于是陈清源心甘情愿地
跟着林问愁去了一个地方，开始了一种特殊的修行方式。道一学宫的一处隐秘之地，万山林立，灵气浓郁。惹了院长，你小子还想有好日子过？林问愁在心里为陈清源默哀，自己只是服从院长下达的命令，没办法呀。谷内的每一条灵蛇都是珍贵之物，是用灵晶长大的，被这蛇咬上一口，不但不会有事儿，而且还能促进灵气循环，加快修炼的速度。没多久，谷内就传来陈清源凄惨的叫声。你这小子哪儿得罪院长了？万蛇尸体相当于将无穷无尽的灵气灌注到体内，而且都不用自身炼化，直接就可融入身体的每一处。数月之后，陈清源不成人样，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无数遍，伤势居然快痊愈了。要不再来一次？李问愁笑眯眯地给出一个提议。别，你老放过我吧。没事儿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。清源，有师伯在，不会让你出事的，这是帮助你修行。您老人家手下留情啊。这片区域是院长亲自布置而成的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教训学宫内的刺儿头，又可教导，又能起到相助修行，还能让院长心情舒畅，可谓是一举多得。至于说陈清源快不快乐，那可不关院长的事儿。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用吗？你能比得上长庚剑仙，还是能与地州的各大巨头扳手腕？哼，连我都打不赢，你去了也起不到作用。老于，你这么说话可就扎心了。老于，据说吴君言乃是青宗的传承者，此事当真？确实是真的。地州灵鹤门的老祖宗独孤长空也是青宗之人。是。现在这些事已经不再是隐秘了，于晨然如实相告。这种热闹没能亲眼一见错过，都怪你。切，还有什么事儿一次性说完了，我可没太多的时间招待你。宋家与青宗的因果以及陈清源的身份，我没有告诉给宋家的任何人。宋问仙这句话的言外之意，乃是当时宋家的众位长老没有出面相助，竭力撇清关系，不是有意而为之，希望道一学宫能不要怪罪。就这事儿？于晨然听出来了，他从未放在心上。放心好了，道一学宫不会不讲道理，可以理解。那就好。有了于晨然这句话，宋文仙心里悬着的大石头也放了下来。行了，没其他的事情，赶紧走吧。于晨然下了逐客令，为了不伤到两方势力和气，宋文仙大老远的跑过来道歉，也确实是难为他了。东土佛门，师父，你与梨花宫有恩怨吗？有。老和尚眼睛浑浊，承载了无尽的沧桑，声音较为沙哑。弟子与梨花宫的现任圣女有所交集，她说了一些事情，弟子不知真假，希望师父可以为弟子解惑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全部。佛子紧了紧双手，他没办法在老和尚面前撒谎，如实而道。好。接下来老和尚开始讲述自己和梨花宫之主的那段孽缘。前面的故事和佛子所听到的相差无几，听到后面的时候，佛子注意力极为集中，比起修行诵经时还要认真。讲到这儿，老和尚长叹一声，眼睛里面夹杂着难以描述的情感。佛子沉默很久，他抬头看着老和尚苍老的容颜，佛子的心脏甚是刺痛。为了所谓的大义，违背了与红颜的约定，师父心里肯定是很难受吧。师父，老衲没事儿，早已看开了。这世上之事就是这样，十有八九
不如意呀。您后悔过吗？也许吧。模棱两可的答案足以说明，和尚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肉体凡胎吗？世上之人哪能真的避开七情六欲？佛门之子只是要尽量控制住，才能理性的去处理世上之事，不被欲望占据身体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佛门暂且无事，您不去南域看看吗？为何要去？了却昔日的遗憾。昨日已去，不可挽回。今朝去了南域，有幸能与他一见，又能如何呢？老和尚是真正的看透了红尘，不再被这些东西烦忧。让老和尚还俗吗？且先不说老和尚能不能办到，就连梨花宫的圣主也不可能原谅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相见不如不见。弟子不懂。你以后啊，可能就明白了。这种感觉很痛苦吗？太久了，忘记了。终于成功了！化神境，时至今日，陈清源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化神境修士，这确实是太不容易了。这些日子受的苦没白受啊！林问愁捋着胡子，由衷的替陈清源感到高兴。多谢您老的帮助，不然弟子用正常的方式闭关修炼，怕是需要上百年才能突破了。根基越稳，突破修为就越困难。陈清源的感激之语是发自肺腑。呵呵，你小子别恨老夫就行了。怎么可能？感恩还来不及呢。既然感恩，那咱继续。别了吧。瞧你这小胆子，哪儿像赵长老那般硬气啊？就算被院长从小揍到大，也没说过一句软话。看着陈清源这副怂样，林文愁哈哈大笑。赵一川的性子很傲，那骨头乃是道医学宫最硬的。从小开始，但凡赵一川不肯做的事儿，就算是院长多次教导也不肯学。而在林问愁的记忆中，赵一川少说也被院长揍了30-50顿。所以赵长老现在还被镇压着。陈清源可以对外人硬气，宁死不屈，对自家人这么傲又何必呢？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找罪受吗？都是牛脾气，惹不起哦。您老要不向院长澄澄清，弟子已经知道错了，绝不会再犯。说真的，陈清源可是受够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了，即便对修行有益，他也不想了。得了吧，你师父都不敢去求情，我可不去。林问愁毫不犹豫拒绝了。求情失败还没什么，就怕把自己也给搭进去。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谁惹的祸事谁去扛。我真知道错了呀。原本林问愁还想调侃一下陈清源，可突然间接到院长的传音，林问愁一脸严肃地看向陈清源。咋了？院长要见你，好自为之吧。不一会儿，陈清源被带到了一处云雾缭绕的仙府之地。你自己进去吧。院长站在湖边，身侧生长着一株柳树，柳枝垂落于湖面，时而清风拂来，吹动着柳枝，让湖面泛起点点涟漪，仿佛让这个世界都有了活力，没那么压抑。院长，你很怕我？不是怕，是尊敬。严希梦的双手轻轻地贴在身前，白裙青丝与白雾青湖之景十分契合，好似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子。听到这话之后，陈清源赶忙抬头，这要是被院长扣上一个不敬师长的帽子，估计得和赵一川长老作伴去了。你的天赋很高，世上怕是无人能及，过天赋高不代表能一定走到高处，未来你会面临很多凶险，定要小心谨慎，不可莽撞行事。严希梦这辈子见过的妖孽实在是太多了，却无一人能比上陈清源。弟子谨记。你身怀无上根基，总会有一些不怕死的家伙要对你出手。无论怎么样，
道医学宫会尽全力护着你，而你自己也要多加防范，莫要出错。为了减轻陈清源的压力，严希梦堵上了整个道医学宫。原本道医学宫隐世不出，不掺和世间的任何纷争，而这一世在严希梦的力挺之下，道医学宫回不到了往日的宁静岁月了。是。等你从一棵小树苗变成了参天巨木，哪怕你全身上下皆是世人难以企及的至宝，世人也不敢生出任何觊觎之心。自身的实力永远是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基础。严希梦希望陈清源能尽快成长起来，他害怕局势有变，以道医学宫之力难以压制得住。院长的教诲，弟子断然不敢忘记。去吧。严希梦也很想弄清楚陈清源体内那根无上道骨的来历，但是思考许久之后，严希梦还是放弃了。这是陈清源的造化，弄清楚了又如何呢？是我多想了吗？院长心胸宽广，哪会和自己这小辈斤斤计较啊？平安无恙，心情舒畅，径直前往白燕宫向师父问安。呦呵，你小子居然这么快回来了，院长没责罚你吗？于琛然的语言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味道，还真不愧是亲爱的师父。院长大人有大量，岂会与弟子一般见识？看来院长对你还不错，帮助你修炼的同时，顺带折磨了你一下。换作是赵一川那小子，没有几百年肯定是出不来了。师父，我现在伤势痊愈，打算出门，今日来此，特来向您老道一个别。陈清源很多年没回到玄清宗了，想回家看看，而且他在百脉盛宴中得到很多的灵石和修炼资源，都是为玄清宗准备的。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小子很精明，为师相信你碰到任何麻烦都可化险为夷。陈清源则是面带微笑站在原地，不肯离去。还不快滚，想干什么？嘿嘿。陈清源微微眯着双眼，轻笑了一声。师父，您老不给点防身的宝贝吗？没有，滚蛋！于真人一眼就看出陈清源的小心思，说话的同时踹出了一脚，把陈清源化作一颗流星，踹出道医学宫这片小世界。不给就不给，踹我干啥？自从百脉盛宴结束以后，长孙枫叶闭关了数年，调养好了身体，然后他就着急忙慌地奔赴了玄清宗，与柳灵染分别上百年，心中的思念如同是喷泉而涌，不可压制。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啊，对啊，这是你老家。老陈，你当初答应过我要帮我做媒的。放心好了，我没忘记。唉，也不知柳姑娘身在何处，是否平安？别瞎担心，柳丫头实力不弱，肯定不会有事儿。你不懂这种感觉，懒得跟你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陈清源无语了，起身就走。过几日再来看你，顺便带你帮我找柳丫头的下落。玄清宗内的每一名弟子皆有魂灯，通过魂灯为引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对应弟子所在位置。我回来了。没过多久，陈清源出现在玄清宗的山门口，大声喊着：小师叔，太师叔，小师弟回来了。见过众位师兄师姐。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们带的东西，师兄师姐们都让让，地方太小了。数十万块上品灵石随之铺满地面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殿内也弥漫起了浓郁的灵气，让众长老惊掉了下巴，表情震撼。这么多的灵石，小师弟，你是不是干啥坏事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些灵石相当于是数条上品灵脉了。接下来，陈清源取出了各种灵草宝药，让负责宝库的数位长老开始记录和管理。众人都看呆了，包括负责记录的长老也同样是如此，满脸的震惊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蓝须草、千年周果、白岩灵叶，
从一开始的震惊，再到如今的麻木，众长老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忙活了半天，店内的资源放到宝库之内，并且派遣数位核心长老镇守，防止出现意外。小师弟，你想干什么？众人紧跟着陈清源，有些搞不懂他的意图。重塑地脉，这可不能乱搞，一旦地脉有损，将会影响到咱们玄清宗的根基，灵气稀薄，法则紊乱。于是在师兄师姐的惊愕震撼之下，陈清源将3条极品灵脉扎根在了地脉之处。不多时，玄清宗灵气变得极为浓郁，上涨了数倍。忙完很多事，与家里人举杯畅谈了数日之后，陈清源道出离别之语：小师弟，你现在走得越来越远，我等帮不上什么忙。都怪师兄们实力不足，护不住你，而且还要让你来帮衬宗门。唉，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师弟，保重。众长老虽然不舍，但也晓得陈清源是一只雄鹰，当展翅高飞，一览世界。陈清源朝着众人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而离开了。师兄，查到柳姑娘的下落没？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地形新域的某个角落。陈清源将查到的东西全部都告诉给长孙枫叶。多谢。长孙枫叶道谢后，就头也不回地奔去了。这是长孙枫叶和柳灵染的姻缘，陈清源就不过去凑热闹了。他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忙，他要完成和红衣姑娘的约定。若非他，焉能有今日的我？罢了，回去看看也好。他一个人待在那里，不知已有多少年了，他应该很孤独吧？陈清源怀着一颗略微忐忑的心，决定前往天渊。见过前辈。免礼。坐。陈清源暂时没有落座，内心很忐忑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红衣姑娘尤为艳丽，而今日这般温柔，简直就颠覆了陈清源的认知。不会有什么新的花招吧？无论过了多少年，你终究还是那样惊艳，任谁都遮盖不住你的光芒。给你泡的茶，尝一尝。多谢前辈。可以吗？非常好，前辈的茶艺堪称一绝。陈清源，想不想更改约定呢？与我结为道侣，后面的约定都可取消。还是原来那句话，聊到了这儿，陈清源立即起身，慌乱无措。前辈，您就别开这种玩笑了。红衣姑娘凝视着陈清源，一言不发。这种压迫感让陈清源感到了窒息，手心都冒出了冷汗。我一个普通人，您怎么能看得上我呢？罢了，不聊这些。也许是不想让陈清源有太大的压力，红衣姑娘转移了话题，这让陈清源松了一口气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。说完以后，红衣姑娘摊开左手，掌心出现一枚龙形的血玉。这是何物呀？故人的遗物。第4个约定，将这个东西交到故人子嗣的手里。前辈告诉我具体的地点和对应的人，一定完成约定。北荒离平星域长甲。红衣姑娘将详细信息说了出来。收起龙形玉佩，陈清源记住了红衣姑娘说的每一句话。天下之大，同姓之人多如牛毛，我如何能确信自己没有寻错人呢？若是找到了固有的血脉，玉佩自会有反应。好。尽管红衣姑娘什么都没做，可陈清源还是觉得身体不适。他想离开这儿。怎么，不想与我多待一会儿？晚辈认为约定之事十分的重要，尽快办成比较合适。去吧。红衣姑娘并未强留，抬手一挥，玄妙之力将陈清源包裹住了，将其送到了天渊之外。待到陈清源离去以后，红衣姑娘的眼里这才浮现出依依不舍之意。柳姑娘，
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若有虚假，天地不容。我与长孙公子无缘。为何这么说？长孙枫叶很不理解，明明以前和柳凌染相处的时候没有这么生分的。以前柳凌染不知长孙枫叶的身份，只当他是一个性格古怪的道友，相处融洽，甚至还有所好感。可直到数十年前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柳凌染认清了现实。哼，连我都打不过，没资格与圣子结为道侣。当初圣子放下了各种事情去寻这女子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之娇女，也不过如此。别装了，你要是不晓得圣子的身份，会一直缠着圣子吗？众女眼中，柳凌染就是那种心机深沉的女子，想借此机会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长孙枫叶乃是我缥缈宫的圣子，被誉为北皇十杰之首，以你的层次配不上，明白了吗？我与贵宗圣子毫无瓜葛，为何要辱我？柳凌染不服气，大声地质问，可是却被那名长老甩了一个巴掌。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给你一个教训，不要痴心妄想。回想着那段经历，柳凌染停下脚步，转头看了一眼一直紧跟着的长孙枫叶，严肃至极。我不愿意。长孙枫叶正在原地，手足无措。他不明白为何100年后归来，柳凌染对自己竟然是这般的绝情。在这时，陈清源现身了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陈兄。长孙枫叶没去思考陈清源为何在此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希望陈清源可以让局面平稳下来。小师叔，以陈清源对柳凌染的了解，这丫头平日不会这般客套，肯定藏着事儿。你先到一边去，我与柳丫头聊一聊。丫头，咱换个地方聊聊。这……长孙枫叶生怕柳凌染从眼前跑掉，他犹豫了。我知道了。长孙枫叶不再纠缠，停留在原地，看着柳凌染消失在眼前。附近的一座荒山，山脚下。丫头，你怎么了？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。柳凌染将不满的情绪憋了回去，强颜欢笑。那件事他不想告诉任何人，唯有依靠自身的实力才能真正找回尊严。说，你这丫头刚入门的时候我就领着了，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吗？小师叔，我想自己解决。与长孙枫叶有关？柳凌染沉默不言，算是默认了。他与我一同去了百脉盛宴，缥缈宫欺负你了？听到缥缈宫这3个字，柳凌染的眼睫毛明显颤了几下，情绪微微波动。而陈清源一直在注意柳凌染的表情变化，看出了一丝端倪。没错，他猜对了。咱们走。小师叔，去哪儿？缥缈宫。不用了吧？他虽听说陈清源的一部分事迹，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内容。以他目前的眼界，缥缈宫还是一个庞然大物，不可触怒。我了解你，若是一般的事情肯定影响不了你的心境，定是缥缈宫做了极为恶心的事儿，才会让你如此介怀。小师叔，这件事我自己能处理，你不必费心。少废话，我的失职岂能受辱？小师叔会连累你的。闭嘴，有小师叔在，没什么好可怕的。若是因为我而害了小师叔，那我……放心吧。小师叔，你的天赋冠绝当世，可终究还没走到高处。柳凌染听说陈清源力压同辈的事迹，由衷的替陈清源感到高兴。可是在他眼中，缥缈宫不是一个年轻修士可以撼动的。你受了委屈，小师叔当然要替你找回来。具体发生了何事，你不愿说，小师叔也不问。莫怕。这些年柳凌染一直在压抑着，突然间被陈清源温柔相护，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世上还是有依靠的。那种感觉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，但是却直触心房。来者何人？陈清源。阁下是北皇10杰之一的陈清源？正是。您请稍等，我这就去禀报。
不多时，数名长老火急火燎地赶过来，面带喜色，很是客气。陈公子，快请进。我有要事，想见一见贵宗圣主。这是自然，圣主得知陈公子到来，已在殿内设宴。迎客的长老们还不清楚这事情的严重性，在他们看来，陈清源一脸冷漠，很符合那无上妖孽的脾性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至于说陈清源身边的女子，这想来应该是侍女之类的身份吧。陈公子远道而来，请入座品茶，慢慢聊。圣主名为易千然，身着锦袍，看起来很是威严。面对陈清源的时候，他这个圣主也得露出几分笑意。不必了，我来缥缈宫不是为了喝茶，而是兴师问罪。陈清源说话很直接，上来就是开门见山。这句话让殿内众长老全部都是一惊。陈公子此话何意呀？这话应该是我来说。缥缈宫是什么意思？请直言。缥缈宫为何欺负我的师侄啊？我等出自于北荒的偏僻之地，比不上缥缈宫家大业大，但是这不是缥缈宫仗势欺人的理由。有此事吗？看这表情，还真不知道是真的不解，还是装出来的。有没有这件事情，以贵宗的能耐，应该很容易能查出来吧？那就请陈公子入座等待，本座这就让人前去调查。圣主仍旧保持着客气，示意深色的一名长老立刻去查清此事。要不是陈清源背后有人，缥缈宫也不会这般理性。不必了，我站着等。不入座，那就不是客人。这分明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给缥缈宫。此时，长孙枫叶从外面回来了。陈兄，你怎么来缥缈宫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缥缈宫做错了事儿，我是来讨要一个说法的。做错事？何事啊？长孙枫叶一脸茫然，陈清源不做回答，因为他也不清楚具体缘由。没过多久，调查此事的长老回来了，传音给圣主。圣主知晓事情来龙去脉后，面不改色，沉吟道：这期间肯定发生了一点误会，还请陈公子和柳姑娘多多包涵。本座代表缥缈宫向柳姑娘表示歉意，愿意弥补。还请圣主如实说来。圣主有些沉默，他不想把这事情闹大。真要说出来，不仅会得罪陈清源，而且还会让长孙枫叶寒心。嘿，此事怎么闹到这种程度了呢？当年某些长老的行为若无圣主默许，又怎敢如此呢？可缥缈宫万万没料到陈清源会对玄清宗的一个女弟子这般上心呢。身为缥缈宫的圣子，长孙枫叶的婚姻大事由不得自己做主，除非他表现出的实力可以让整个宗门让步。缥缈宫倘若是这个态度，那么就别怪我撕破脸皮了。老陈，你若不是看在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你觉得缥缈宫现在还会安宁吗？闻声，长孙枫叶闭嘴了。他很清楚陈清源的脾性，现在尚未做出过激的行为，显然是不想和缥缈宫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。贵宗倘若不说明前因后果，那么在下就走了。下次见面，缥缈宫若想再了解此事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吴长老，武嫣荣，缥缈宫内门长老，只差半步便可修炼至大成境界。具体发生了何事，全部说出来吧。最终，圣主迫于陈清源的压力，也只能退步。传言中有长庚剑仙为其护道，还有道医学宫的诸多高层以及未知的强者，再加上陈清源自身的无上天资，缥缈宫是当真得罪不起。是，50多年前，我带着一部分真传弟子外出历练，恰好碰到了柳灵染。然后真传弟子提出了约战，柳灵染拒绝了。
可在众弟子不依不饶下，被迫一战，连战数场，柳灵染皆败。他灰头土脸，遭受了各种的嘲讽。还有呢？柳灵染输了以后，我宗弟子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。离开时，我给了柳灵染一个教训。什么教训？一个巴掌。一旁，长孙枫叶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怔了片刻之后，恍然大悟。难怪柳姑娘对我这般冷淡，原来是这样。缥缈宫不愧是北荒的一流势力，底蕴深厚。贵宗看不上我们玄清宗可以理解，这很正常。但是贵宗的长老领着一批真传弟子如此欺负我玄清宗的人，当真是有大宗风度啊。这是一个误会，缥缈宫可以向柳姑娘道歉，不要伤了和气。恕我直言，缥缈宫的高层皆知长孙枫叶与柳灵染的接触，一个长老敢这么欺压柳灵染，甚至说了很多不堪入耳之语，若无圣主的许可，怎敢如此？本座绝无此意。具体情况只有少数人清楚。有没有？缥缈圣主心里清楚。小师叔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柳灵染害怕牵连陈清源，不想让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傻丫头，放心吧。大步向前，笑容也逐渐消失，变得极为严肃，眼底带着几分凶狠的意思。玄清宗门户虽小，但不容受辱。我既是玄清宗弟子，也是道医学宫之人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劝你一句，老老实实的解开护体之法。陈清源则是和武彦荣对视，他无视了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顾面前站着的乃是渡劫期巅峰的修士。你放肆！这种要求武彦荣怎么可能答应啊？大声呵斥，强大的渡劫期气息从武彦荣体内弥散而出，下意识的就想将陈清源镇压。突然，陈清源表面浮起一层金光，一颗佛珠悬浮于头顶，这是东土佛门的极道舍利。住手！今日陈清源要是在缥缈宫出了事儿，明天缥缈宫怕是就没了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解开护体之法。武彦荣紧咬着牙关，脸色铁青，眼中的怒意难以掩饰。陈清源想当着全宗高层的面打他的脸，这让他怎么接受啊？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小荣，既然做错事了，那就承担相应的后果。爹！武彦荣急了，他没料到老爹竟然会偏向外人。这小子，就算天赋极高，但也不能在缥缈宫这般放肆。为父的话，不管用了吗？管用。武彦荣咬着牙，说出这句话之后，武彦荣解开了护体结界。原来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感觉吗？在这纷乱无情的修行世界，能有这么一份温暖，这是多么的珍贵呀！回想着武彦荣打自己那一巴掌，柳灵染觉得没那么屈辱了，道心上的那一丝裂缝也慢慢愈合了。你应该感谢你老子，玄清宗地处偏僻，底蕴浅薄，无意攀上缥缈宫的高枝，从始至终都是贵宗圣子的一厢情愿，这一点还请诸位弄明白。柳丫头，等你以后有了本事，再去找缥缈宫的那些同辈报仇，这种小恩怨交给你自己来处理。谢谢小师叔。今日之景让他此生难忘，如果不是陈清源出面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很难了却此事，没办法心念通达。疯子，我很想帮你做媒，可惜你背后这群人看不上柳丫头的出身。长孙枫叶不怪陈清源的举动，表情肃穆，强行压制内心躁动的情绪，声音沙哑。我明白，因为在下的缘故让柳姑娘受委屈了，万分抱歉，还请见谅。小师叔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此次归来本是想和柳灵染表明心意更进一步，
可谁知缥缈宫做出这样的事儿，却是伤透了长孙枫叶的心。放弃柳灵染不可能，他要闭关，彻彻底底领悟禁术之法，唯有自身展现出足够的价值，才能让整个圣地低头。柳丫头，虽然小师叔很英俊，但是不要迷恋呢。切，师叔，你别自恋好吧？这是事实，不是自恋。小师叔，谢谢你。别搞得这么严肃，没什么可谢的。我不明白，为何缥缈宫对小师叔这般无礼，甚至可以说是畏惧。人格魅力。不想说就算了。师叔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四处溜达。那咱们现在道别。虽然柳灵染很想跟着陈清源，可他不愿意成为累赘。再者，他想变得更强，拥有足够高的实力，才不会受到欺负。如果碰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不要一个人硬撑着，回到家里，等小师叔回去以后，一定给你撑腰。还有，不要记恨长孙兄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总之，柳灵染现在没工夫去思考那种儿女私情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变强。那，这东西你拿着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一点小礼物，拿着吧。小师叔。望着远方，柳灵染的鼻尖一酸，千言万语难以道出。回家一趟，家底少了一大半。唉，陈清源在百脉盛宴赚取的资源，大部分都留给了玄清宗。为了这个家，他也确实是费尽了心思，很不容易。